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季，选中国广电。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白燕怡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还有我们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欢迎2位。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他很自卑，总觉得配不上我。可是我觉得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啊，主要是2个人能真心相爱。他是老板，比我有钱，我觉得经济水平不对等，感情就是无法稳定。现在我感觉我就是在吃软饭。我对他的好，他不接受，还总是瞻前顾后，想东想西。我没有把感情想得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就好了。他总是财大气粗，无形中给我带来了压力，还擅自做主，让我没有了话语权。这段感情我真的无法再继续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刘先生42岁，来自天津，网约车司机；女嘉宾杨女士46岁，来自北京，个体。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谈了多久2年。说起我们俩的相识啊，还哎呀，甜蜜的就来了。我没问呢，我就问这啊，那您说。因为我们俩真的特别的有缘分。哎呦，深情的很。因为我呢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啊，天天呢往返于北京和天津的之间。他呢当时是在天津开网约车。哦。有一次我去天津啊，需要签一份合同。正好我叫网约车，正好叫到了他。完了我上了他的车以后呢，我们俩聊得还挺好的，可能是当时一聊得高兴。完了下了车，把我的文件和印章落他车上了。哎呦。后来我赶快给他打电话，没有想到他第一时间10几分钟就给我送过来了。我当时哎呦真挺感动的，我想给他拿点钱表示感谢，可是他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别给我钱，我不用。我就觉得能遇到这么实在的人特别少见。这多恋爱脑啊！这怎么了？就不要钱，你就觉得这人特好啊？不是人家甜蜜一下，回忆到当初一见那一个就心动的感觉，然后包掉了，人家重音不在不收钱。您接着说啊，但是也通过那么一事儿呢，我们俩才有了微信啊。我回北京以后，我们俩没事就是微信聊天啊，视频啊。哎，这时间一长了，一来二去，我就觉得他这人就是，哎，特别稳重，特别可靠，而且给我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啊。而且他也是我喜欢那种类型。哎呀，就是一叫车就喜欢的类型嘛。对，这么着呢，一来二去呢，他就成了我男朋友啊。完了，我们俩现在交往了差不多。不用看着我说，也有2年多的时间。不是，人家就是想告诉你，我幸福。行，这是相识的经历啊。咱往下说，今儿来这儿干嘛？这次来是我要来的啊。刚才说了那么多甜蜜的事情，他现在对我特别冷淡。哎呀，坏了！我不知道怎么了，他现在话里话外的要跟我谈分手，弄得我现在是吃饭也吃不下，睡觉我也睡不着。我们俩2年多的时间，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跟我谈分手呢？哎，说呗。原来前几年还好，这2年他做生意做得好，现在都是女强人了啊。时间呢也是不怎么自由了，有时候打电话也不怎么联系。我感觉就是2个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哎呀，你自卑啊！你自卑，你想溜了？不是我自卑想溜，就是我感觉不对等了。咋不对等呢？发生什么事儿？你觉得不对等啊？他现在就是想多了啊。我们俩现在聊个天，他都时间都很少，他就工作忙，工作太忙了，时间都没有了。哦。还有一个。他不尊重我了，现在。他有啥事更不告诉我。这都啥事儿呢？去年的时候，他公司需要一笔钱周转啊，然后没告诉我，通过他初恋男友拿的钱，还是我通过初恋男友知道这件事儿。你不会找我借钱，我不是说我没有钱，我可能30万真拿不出来，但是我10万8万可以拿出来呀。不是，这关系还挺复杂。他找初恋男友借的钱，对，没找你借，对，没告诉我这是。然后初恋男友还把这事儿告诉你了，对。你怎么认识他初恋男友的？你们这关系？他们借完钱以后呢，他有一次来天津办事儿，我去接他。哎，我说这大哥谁？哎，我同事。我就开车去办事儿去，半道他去办忙别的了。哎，我跟大哥在车上聊，
原来是初恋。哦，后来把这个事儿大哥不知道你的身份，他不知道我身份啊，他跟我说，你看当时缺钱，我30万，立马打给他了。我说30万啥时候？我都不知道。他说就去年用钱的时候。对上了。对，根本不尊重我，我没有钱，但是我有心呢，我可以找朋友借点啊，对不你对？至少跟人说一句吧，对不对？我不是不跟他说，哦因为他现在呀又有房贷，又有车贷，每个月呢还要给闺女付抚养费，压力特别大。你是体谅他，所以没说。对，行。而且我现在觉得，我就跟他在一起啊，我就报喜不报忧。我觉得30万对于我来说可能不多，但是对于他来说真的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为什么找我前男友？这个前男友我们俩有联系方式，但是这么多年我从来没主动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那男朋友他是前一阵从我一朋友那儿知道我的微信，完了跟我打电话说，你现在是不是缺钱了？我说我现在园子呀要升级改造，我说我这边还差点钱。他说你这么着吧，说这个钱呀我给你拿，我就算入股吧。他也挺看好我这个儿童乐园的。我说可以啊，因为我觉得这一举两得的事情，我的资金也解决了，完了呢又多了一合伙人，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呢有时候小心眼儿，这事儿好像不是特别好吧？这前男友不是借机就又回到了身边了吗？对，我就是这样想的。而且前男友身材啊比我还好，比我还壮，而且穿金戴银的。我说，比如说30万，他说300万都没问题。哎呀，我心里不是压力大哈。对，人家可是门当户对呀，而且还是初恋。现在我成了，不能说第三者吧，我感觉我就，哎呀，我在这位置感觉是已经理解啊，考虑不周吧？借钱可以，怎么把人也借回来，还做了股东了？我觉得呀，他就是太不自信了。我没法自信，那边说拿300万就拿300万，我这30万没有那么多。人家说要30万，300万也拿得出来呀。他现在就太不自信了。行，因为你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跟他怎么还会有什么感情牵扯？我相信你跟前男友没有什么感情，但是对于你的现男友来说，这件事情确实是有阴影的，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没说你跟那个前男友还有。他现在就是不关心我了。你现在还在天津开车？还在天津开车。你的公司在北京？对，是这样的。前一阵子我也是觉得一直在异地，对我们俩的感情呢可能也不太好。我前一阵子我说让他来北京，到我这园子来上班。最起码呢他在我身边，我们俩能天天在一起，不也挺好的一事儿吗？结果在我这儿干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扭头拍拍屁股走人了。为啥？什么也没说呀，扭头就走了。我不打电话他也不接。也就干20来天，要干1个月我就抑郁了。为啥？我去北京了，天天小刘开拿的，小刘去拿的，我就是司机兼保姆，这个没问题啊，咱本行开车的。但是晚上一般老板聚会的时候，有一次聚会8个人，7个男的，就他一个女的。我说我想替我女朋友当酒，哥，人说小刘去旁边那桌，他不喝酒开车，我还上不了正桌。不是这个就是暗中保护了，你知道吗？这个就得在边桌看着了，这才能保护好老板。关键还有喝完酒还有 K 歌去，一 K 到2点。我觉得他这就是无理取闹。你说现在我们在外面做生意，跟客户应酬，那不是很正常吗？为什么说唱歌啊？有时候我不带着他去，我说让他穿正装去，他有时候穿大背心穿一短裤就去了。我说这都是客户，我说你穿的稍微正统一点。说我就这样，你要觉得我不配你，我就不去呗。这个就比较难拿捏了啊！而且有时候既是男友又是司机，到底哪个身份怎么切，不太好切换。而且有一次我喝多了，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我想你了，我说我喝多了，结果你猜他怎么着？扭头啪把电话给我挂了，就不理我了。关键是你说1礼拜7天3天这样，谁受得了？这不是3天都在想你，这怎么受不了呢？那哪是想我呀？上周不让说 K 歌说不让不带我，人家不是让你穿正装吗？我自由，我就喜欢这样呀。那是陪他重要还是自己随意重要啊？他就不怎么在乎，太不在意。哎呦，你这个男人真是小心眼儿，你知道吗？男人心胸宽一点。他这关键时刻我就来了，不喜欢我又让我去他边上就坐小桌去，我那小桌不是，你司机确实得坐边桌呀。行了，反正就辞职了呗，回来了呗。对后来我觉得他可能在我这园子上班，他压抑，可能觉得不自在。对，是肯定压抑。后来我就这么想着，因为我一朋友开货运公司的，正好呢缺一货车司机，直接我把他的简历给我那个朋友发过去了。
因为我觉得那边的那个收入啊，各方面的比他现在开司机要强得多得多啊而且特别稳定。我也是有私心的，我就想让他把天津啊那边那个房啊租出去，还个月供。完了搬过来北京跟我一起住，因为北京这边房我自己有房嘛，过来你又省一段开支。你说那工作、生活、房子，我全给他计划好了，我全都安排得妥妥的。结果我一跟他说，你猜怎么着？暴跳如雷，就直接给我瞪眼拍桌子。那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了？我现在被他控制了。我就是他一个提线木偶，你上哪儿去？这我是一个男人呐，我要有自我呀。对呀，准备好了房子，对，准备好了工作，笼中鸟是吧？去了吗？没有。哎，伤心了，你看。我就觉得我所有的事情我都给他安排好了呀。啊，对。你为什么不同意呢？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开完车挺好，对吧？对时间也自由，对不对？我小日子过挺。我说你有段时间来天津住段时间，然后我去北京住段时间，非得把我弄他身边去。我不喜欢被人操控。对，我理解那种就是，我要我自己的那个尊严。对，我要自己的尊严。我不能因为这个我完全失去我自己。对，跟他交往有压力吧？压力太大了。他现在呀还特别的小心眼儿。我是现在呀，因为我的岁数比较大，我今年呢快47了。不是才46吗？对，46也快47了。我比他大4岁。那不是个事儿啊。但是对于女人来说，觉得大4岁，她真的不一样。她就是感觉不是您都下嘴吃了这口草了，您现在这么说呀，有点不厚道吧？所以后来我说我想去健身嘛，为了更年轻嘛。对，我其实想跟他走在一起更般配嘛。啊。结果呢，我跟他说我去办张健身卡，我去健身房健身，又跟我急眼了。这为啥？哎呀，你可别说提健身。健身，我们俩约会时间没有打电话，哎，去健身房。有一次我买完票了，我说咱去看演唱会，哎不行，我约好了去健身。又一次我去北京，我说我北京找你行吗？哎不行，等会儿甭来，我约好了去健身去，你改天来。我说这健身这是干啥呀？这是我正常的交往时间都没有。健身不就是为了跟他在一起般配吗？现在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呀。不是，他都来了，你应该见他而不是健身呐。你后来我才知道什么呀？啊。花18000办了一张健身卡啊，1对1的私教，28的小伙，1对1私教，又吃醋了。不是呀，你这个能吗？你说健身房，你这个醋缸啊，不是，我也可以健身，我也可以帮他健身，为什么找我？好。那你健身不得找专业的健身教练吗？那女教练可以啊。女教练，你先去健身房，你看一看，全是那金牌教练都是男的，哪有女的呀？哎，等会儿，我教练就是女的，金牌的。少，我那个健身房，那你换个健身房吧，我们健身房4、5个呢，要不我介绍给你。可是我身边姐们都去那个健身房健身，不人他就得找那28的，哎，行，我40多了啊，行，这就难免让人生疑了。你到底是健身去了还是去见人去了？是这意思吧？对，我感觉他现在就是有钱了，哎，有钱就烧的，钱嘚瑟，哎，你别这么说人，真的。我俩现在的消费观念都不平等了。咋不平等？你看我俩交往2年嘛，逢节假日都给我买一堆东西，5、6千的皮带，1色1个，1条裤子1条皮带，表2、3万的表，哎呀，一买好几万的东西。我说没有必要，我不喜欢这样，我就喜欢轻松自由。他非得你出去你怎么也得有点身份呢？我说不喜欢那样，而且你们给我买这么多东西，我回馈点啥？我1月跑完车挣1万来块钱，跑去放在车贷给孩子得上几千块钱，我很有压力，生2个月买了5、6千的包给他，他说：“哎呀，这是不是名牌啊？这是阿尔法又我这是我的心血给你了，你想我要再怎么，我不可能。”哎呀，我感觉消费观念都还礼都还不起。对，真的，我这烫手的山芋啊，真的不可理喻。你说这钱谁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为什么喜欢给你买那么贵的东西？因为我就想给你买最好的，因为我爱你，我心里有你。你说实话啊，我对自己我从来没有这样，但是我对你，因为我心里有你，我爱你，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买，你不要我也给你买。那几万块钱的东西怎么了？那我不是有吗？我就想给你。哎呀，我喜欢平常普通一点的，过正常的生活，不要再贵重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老爷们在外边，你就得有面儿啊，对不对？而且特别是跟我在一起，有人说了啊，你跟那他在一起怎么着还没有以前强呢？我就怕他丢面儿啊。不是，你是怕他丢面还是怕您丢面？都有吧。开一网约车，你要让我天天坐在驾驶室里10几个小时，系一个5、6千的皮带，我真是觉得有点舍不得。那裤子
好几万，我更舍不得穿了，是吧？对，就是我感觉他现在，因为这2年生意做得好了，飘了。对，这你不喜欢是吧？我受不了了。就上次我爸妈拉我从老家来，带我闺女来，想给我住点日子吧。在天津我这宾馆订好了，人从北京来，不，咱去北京首都，直接5星大套房订一套，吃西餐，然后呱玩4、5天。哎，老头老太回家了，说，哎呀，北京确实好，住的也宽敞也大，吃的也挺好的，但是吃不饱，西餐吃不惯。我说老太太，咱就家里温馨一点，她非得要什么都要最好，什么都要品牌。他那意思就是想表现一下嘛，是这意思吧？今天呀，我不来这儿，我都不知道。我之前带着他父母去吃这西餐，我还吃出毛病来了。你说？没毛病，不习惯。说实话啊，为什么这么做？我想在他父母面前呀，我有一个好的印象。因为我呀比他大，他父母啊就特别不喜欢我。哦。因为他母亲希望找一个比他岁数小的，再给生一孙子。哦。可是我呢，不是这没事。可是我在上一次特别失败的一次婚姻当中，完了因为流产，完了导致了我终身不育，就再也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了。所以我就想用钱来弥补的，我就想让。您这想法就错了，人家没有这意思吧？老人有这意思，但是我现在已经劝的差不多了。我说有一个孙子可以了。啊。因为我说实话，我特别喜欢他。啊，喜欢。而且呢，说实话，一个女人像我，没有孩子，我又这么大岁数了。哎呀，别老说这么大岁数了，你多大岁数啊？我都快50了。50咋了？50还不活了？50不是更好的活？我就特别怕我最后老了就一个孤独一个人。哎呦，想什么呢？而且说实话，我觉得碰上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特别不容易。听懂了。我就舍不得他，我不想放弃他。我感觉我现在就是我一出去，我朋友都说是一个吃软饭的软饭男了，我不喜欢那样。听懂了。这关系怎么办呀？各位老师给出点主意吧，这都快急死了啊！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2个人有了浓浓的爱情，似乎让我们感觉童话照进了我们的现实。但是我想说，你这么爱他，你读懂他了没有？他要的是什么？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渴望娶一个女老板，后半生吃喝不用发愁，他们愿意，但是他为什么不愿意？他更多想要的是男人的尊严。对，他需要自己被尊重。你内心真的爱他，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即便就是在这个场合，你渴望着他不要离开，但是无形当中透出的也有一点高高在上。平时你不是故意的，指使他做这一个做那个的时候，或许你认为是你把他当自己人，但是在一个公共空间，一个男人需要的是被尊重和他的面子。这个男人，我认为现在他有退役，因为旁边人当然会说他吃软饭，但是你呢？如果真的要获得这个男人的爱情，你要改变方式方法。面对爱情的时候，并不是说钱能够解决问题的。般配讲的并不是财产，而是情感。只有2个人的情感般配了，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没有落差，只有平衡，只有幸福。所以我想，可能更多的是你要做出改变。谢谢。您觉得你有真情吗？我看不到您的真心在哪里，我也看不到您的真情在哪里。可是我真的爱他呀。我先说魏，你怎么爱他的？在酒桌上，已经是谈了2年的男朋友，小刘旁边坐，他是你男朋友吗？
2年了，你说的，你把他叫到北京来跟你一起工作，你说的是在我园子里工作，但我后来听清楚了，原来是来帮您当司机的。请问他是您男朋友的身份吗？是吧？为什么不大大方方介绍？这是我男朋友，你不是真情吗？你不是真爱吗？您没有大大方方介绍。到天津来了，您跟您前男友，也就是初恋男友在一起，居然您的初恋男友不知道他是你男朋友，他也就是个司机，身份至始至终没变过，从头到尾就是司机。对不起，我说话比较狠，因为我听不下去，我受不了他那个跟我，我好喜欢他呀。我觉得你可以表达，每个人表达方式都可以有不同，但是在桌子上，在真正的台面上能够展示出来才是人的真心的。一个爱情是可以大方的秀给别人看到的。如果你真的觉得他是你男朋友，你就是想跟这个男人结婚，老板怎么了？老板也是有真情的，桌子上你的客户就没有真情吗？大大方方介绍很正常，他如果穿得不好，那好，穿得不好就穿得不好，但是大方介绍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我觉得您没有真情，您只是需要在寂寞的时间打发孤独寂寞的时光，找了一个陪聊。所以你什么时候来，我叫你来你就来，我叫你走你就走。我今天要健身了，你就甭跟我来。不是这样的，我只说我看到的，京我只说我看到的。2年的恋爱，你把他叫到你身边，我当时还想，太好了，2个人终于可以异地恋修成同城恋。结果我听到一句小刘隔壁桌坐去，我一下心夸凉哇凉的。为什么他寒心了？因为他没有感受到爱在哪里吗？真爱一定是能够大大方方示人的，真爱是能够给自己爱的人以尊重的。但如果对爱的人连尊重都没有，那这就不是爱。你一上来之后的那个娇羞，那个可爱，一上来跟赵。有价值感，3没有尊严，4你不关注他，他只是你想起来时会打那个电话陪你聊天解闷的人。就像你喝多了给打电话说我想你了，你健身的时候怎么不想的？你跟客户吃饭的时候怎么不想的？你唱 KTV 的时候怎么不想的？所以我不否认你喜欢他，但是你喜欢的事情太多了，他只是你喜欢的其中之一。所以他在你这儿要什么都得不到什么的时候，
但是他还没走，他要表现出我要走，你快拽住我。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女士，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自负心。你觉得我对你倾其所有的好，这就是我爱你的表现呀。但是你到底是爱其所是，还是爱我所愿？你要想一想。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喜欢吃苹果，你非要给我梨。他穿个大裤衩怎么就不能见客户了？但也分场合呀。你说他穿一短裤，穿一 T 恤直接就过去了，那显得对客户的不尊重。如果你们是在请客户吃饭的话，说是一个很正常的商务的一个局的话，为什么会把男朋友叫到现场呢？因为他老觉得我不叫他呀。所以如果这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商务局，你叫你的男朋友到现场是干嘛的呢？我就想着我喝酒喝多了，所以呢，他开车能给我送回去。所以这就是你矛盾的地方。所以你所谓的那种的爱，你知道在所有的细节当中，他感觉不到。你现在就完全一种什么状态？我不管，我就是喜欢。你得看人家愿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呀，对吧？如果他要真的说想走的话，你就让他走吧。确实你也没把他当男朋友，你也没有你说的那么爱他，只不过因为要离开一个人，你之前受的伤，你内心的这个阴影，对离开的这个词的恐惧和害怕，让你觉得你有多么的爱他，你只是害怕离开，而不是爱他。谢谢山达老师。来，帮帮团老师们。作为广电帮帮团，我想说，为什么女人都要喜欢那个不太喜欢自己的那个人呢？您觉得您可以征服您的生意场，但他是一个人。您觉得我可以征服生意，然后我可以把生意搞得这么好，为什么我征服不了他？是，中间这征服欲也有。我能理解，作为一个女人在外面打拼很辛苦，然后您希望您找一个男人，他可以理解您。但是，他是一个人，他不是生意。所以就像沙老师说的，就是他可能喜欢苹果，但您送他了一车梨，然后您哭着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感动呢？”他不喜欢梨，他喜欢的是苹果。如果您爱他，需要他，想跟他在一起，应该用一个他能接受的方式去爱他。我觉得在你们这层关系里面，真正的就是女强男弱，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来。这个强不是强势，这个弱也不是内心的软弱。这个强是精神的富足，内心的强大和不卑不亢；这个弱是谦让，是包容，是对方优秀你不自卑。那如果说双方达不到这种自洽的话，真的就互相祝福吧。因为姐姐你留的他一时，我觉得留不了他一世。从我的角度来看，男生哈，对于财富有两种恐惧，一种就视财如命。还有一种是一沾财富就觉得避之不及，好像我一说钱，我这家伙就属于那种爱财的人。你是属于后者，对财富是恐惧的。其实你要平等的对待财富，就是有我当然开心，对吧？没有就没有，这大概是一个正常的态度。爱是什么？我觉得它的底层逻辑是彼此尊重对方的习惯，接纳对方别人认为不够好、不完美，甚至是缺点的东西。你有真的接纳过这个男人吗？你就不用说，你完全没有接纳他。俩人我觉得都不足够爱对方。千万不要因为钱多钱少影响了爱情。人到中年都不容易，都受过情伤，活得通透一点。行了，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就交给你们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我还是不想跟你分手，我真的，我心里我真是有你的。以后你想干嘛你干嘛去，我绝对我不拦着你，我也不计划你，你自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大不了你在外边闯去，你闯完了以后，最后你赔钱也好，或怎么着也好，后来我给你托底不就行了吗？我在后边我等着你，我给你托个底，只要你回来回我身边行吗？我真的不想做软饭男，不想吃软饭。我也可以健身，我也有力量，我也想做个爷们儿，我要得到尊重。你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你有什么吃软饭呀？
俩在一起真心相爱，我觉得就够了。你干嘛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你不要离开我行吗？就还是个小男孩儿，您还是改不了啊。您不是老板谈生意的，我给你托底啊，这单就这么定了，说好了不带反悔的。真的爱情是，我心里有你，我确实离不开你，我爱着你，就够了吧。最后问一个问题，你爱过他吗？有一点儿。你爱过他吗？我之前特别爱，但是刚刚我听他说有一点儿。行了，谢谢两位，请回吧。这不就真相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是不是挺感慨的？原来并不是因为钱，其实按理说财富在好的情感面前是个加分项，它怎么会变成了减分项了呢？没有那么爱嘛。爱的平等很重要，真心爱不爱更重要。所以今天在这个现场是一块试金石，都试出来了，所以双不出。我觉得女孩子可能会出来吧。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中国广开门。就还有话说吗？其实我上来我还想为自己再争取一次机会，因为2年多的时间我不想这么放弃。我觉得他是喜欢我的，我觉得还是有机会，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真的没出来。一个连“爱”字都不敢用的男人，你干嘛要挽留他？如果没有听错的话，你用的是“我觉得他还是喜欢我的”。那么空虚的内心吗？算了吧，过去了。谢谢你。我不想了，请回这边走。我会找一个更好的。其实你说爱情跟财富多少有关系吗？没有，至少这段故事告诉我们，钱多了，情还没了呢。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就是一个极度缺爱的粘人精，时时刻刻都要我陪着。我想有我自己的空间，但他一直黏着我，这样的关系让我很窒息。他一点女人味儿都没有，还总嫌弃我不够男人，他的话让我很受伤。他太幼稚了，还总吃我闺蜜的醋。他总像个小孩一样求关注，跟他在一起让我很累。他对婚姻大事一点都不上心，总觉得我在逼他。我感觉他一开始就没相中我。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浩28岁，来自天津装修公司职员；女嘉宾小吴32岁，来自吉林自由职业。有请两位，有请。哇，这姑娘好酷哎！认识多久？认识1年了，处了1年了。啊？就是连认识带谈是1年是吧？对。我们这真老了，我们老觉得得认识一段时间才能谈。等于连认识带谈就1年是吧？对，认识2个月之后，然后我俩处的。本来是在微信那个群里嘛，然后觉得聊得还行，我加了个好友，吃了个饭，看了个电影，完跟他说在一块儿呗，完了说行。行，挺好挺好。今天为什么来？主要是我们俩最近总吵架。然后呢，我觉得他有点像一个没长大的小孩似的，就不是一个独立成事的成年人。但是呢，他又觉得我们俩吵架就很多原因都在我。今天就想听大家评评理吧。哦，好，那就说吧。比如说去年年底，他当时在一家装修公司上班，然后那个公司呢经营不景气，2个月没给他发工资了，他就想去公司讨薪，然后提辞职。然后他就特别想让我陪他一起去，但我想我又不是律师，我也不怎么懂法。他总觉得他去那儿没有用，他跟我说不是律师，完了解决不了问题。但是那个时候我需要他跟我一块儿去，就是不需要你做什么，你跟我一块儿去就行。完了他总是说工作啥的，他现在是陪诊师嘛，
然后就可能那天有个单子。我当时陪诊师，我第2天是工作日，我已经接了单子了，我就说让他把单子给他同事呗，完后正好那天跟我去就不行，我说是不是工作比我重要？完他就不说话了，说我不尊重他。我说那行，那说咱俩不谈感情，咱俩唠工作，我给你400下个单，你陪我去呗。完他也不行，我就觉得他就特别不尊重我的工作。我陪诊师，我是帮助每一个就医困难的家庭去，但是他觉得这个每一单都是可以抛弃的，没有意义。没让你抛弃，那你陪我去，你不也帮助我吗？我下单不一样吗？咱就说了，人家陪的是看病，不是陪讨薪的，知道吗？我也需要他陪我去，你病了是吧？那我没发工资，我难受啊！什么教啊？不只是去陪他讨薪，然后陪他体检，就是剪头、照证件照，很多事情他都需要我陪他一起去。那又不是天天剪头，天天要照证件照，那不1个月不就那么1、2回吗？你咋就没有时间呢？行，这事儿咱们给你记着啊。还有啥事儿要评理？然后就他有一阵儿就想跟我合住。我刚开始是不同意，但是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软磨硬泡吧，我后来就同意了。然后跟他住了一阵儿之后呢，我当时我闺蜜，我最好的朋友，她就压力太大，她确诊有点轻微抑郁症。然后我就怕她一个人在家里在想不开啊，或者是怎么样，我很担心她，我就想搬过去陪她一起住，然后看看帮她能不能积极的治疗。我跟她说这个事儿呢。哦，他老大的不乐意了，强烈反对。他那去了根本就没有用一样，人家他那闺蜜抑郁是咋的？是家里催婚，催着生孩子。我说你干陪诊师的，你又不是心理医生，你去那儿干啥？你又解决不了人生孩子问题。我说你还不如来陪我呢。就他这个歪理就是一套一套的。就是他要去陪闺蜜住。对呀，那我觉得空落落的。对呀，我俩搁那儿又合租，完他走了，我咋整啊？给我扔那儿了，那我心里还失眠了呢。你陪我来呗。我觉得他把这个事儿太当儿戏了吧。哎呀，行，反正就是求陪伴、求关怀。还有吗？没说完呢。这个还没完。他后来做了个什么事儿呢？他为了让我就尽快回到他身边，他开始给我闺蜜介绍的男朋友，就是想相亲。我不是说一开始给她闺蜜介绍，完后来她不就不回来吗？我就问她你到底回不回来，她就说朋友是一辈子的，但是那个对象不可能是一辈子。完她就说她要回来的话就是重色轻友。我寻思她那么厉害，我就换个招呗，我就把你闺蜜给解决了呗，介绍个对象。完挑了几个都挺好的，挺帅小伙。完她不行，她不乐意了。她是介绍了她身边长得比较好看的房产中介、健身教练、理发师，但是他都不怎么认识，人品他根本没法保证是个什么人。那你也不能保证人品不行啊。那不你介绍给你闺蜜吗？那跟你有啥关系？你就看我们俩现在这个状态，我愿意让我闺蜜进入到一段她觉得就很陌生。那你怎么知道你闺蜜的对象非得跟咱俩人吵架呢？你能不能不管你闺蜜，你管我行不？我就跟她说不通这个事儿，就是哎，这是说不通。还有旁的事儿吗？然后我后来就没有回去住嘛，也不光是因为闺蜜的事儿，我也觉得我跟她有点住不到一起去。就比如说她喜欢做菜。但我呢就喜欢预制菜，或者说冷冻食品，就特别快的。我不希望在做饭这件事上花特别多的时间，但他就觉得我这样不对。主要是为了让他学会做菜，是为了啥？让他有女人味儿。主要是他现在在家里就是所有的事儿，比如说苹果吧，人家直接拿手掰开了，我的天哪，那家伙那水桶直接往里插，还那个衣柜啥的，买完之后本来是2个人能组装，人家自己安上了。完回来跟我显摆，告诉我多厉害多厉害咋的？哎，你挺棒的。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属于女友力爆棚。完我需要他是他在家里是依赖我，需要我的。你2个人过日子过成你自己过的，有啥劲呢？他就是希望我无时无刻的都陪着他。比如说我们晚上一起吃完饭聊会天，我可能陪他看一会儿短视频之类的。我想做我自己的事儿，比如我喜欢玩魔方，我当时晚上能玩好几个小时的魔方。他就不乐意了，他玩魔方就睡觉了，玩之前跟我说我玩会儿之后完了咱俩看个剧，玩完之后就睡觉，没陪我看剧。我寻思就别搁家里待着呗，出去溜达溜达。正好那阵儿我也胖了，完他可能也胖，我俩就去健身房减肥去。我说骑个单车跑步挺好，人家不得，他拉我报那个自由搏击去了。整个那健身房20多个人，就一个女的搁那咔咔练，人教练都说让你媳妇让你走吧。练成都那样了，都还搁那练呢。我寻思把班退了，完他不乐意了。他当时退那个班的时候，把我的班也退了，根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主要就是退你的班去的。你练那样，你万一揍我咋整啊？你还搁那练，你都能掰苹果了。哎呀，就这女孩爸妈应该特别骄傲，这姑娘培养的特别成功，在我看来，多好啊！所以你看，为什么男人跟在屁股后面追啊？就是这原因。反正我挺喜欢这个类型的姑娘的。
就我们家姑娘能这样，我就特别开心。真的，你看，独立的男人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对吧？是的。你不能干涉我，这多好啊！这也没说你不好啊。我也觉得挺好的。你应该觉得捡到一个宝就挺好的。但是我需要。我就说他身在福中不知福。哎，是，接着说。还有一件分歧很大的事儿是结婚。结婚。我对于婚姻这个事儿，就是结不结都行，顺其自然吧。但是我觉得他就像有个 KPI 一样，他就现在一定要结婚。KPI 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觉得他也没有准备好吧，比如说他想买个婚房。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不是他说那个 KPI 啥的。本来我就是比他小4岁嘛，我28嘛，完他32嘛，我俩现在处了也1年了。因为上一段感情的时候，然后处了3年，就是卡在婚房那个时候，我就寻思提前跟他商量呗，因为我家里条件一般，也靠不了父母。我现在就是差不多攒了15万嘛，他妈的话就是单亲嘛，然后他妈给他弟留了点钱，说是结婚，但是他弟现在就刚毕业还没对象呢，我就寻思就是打个欠条，先借20万呗，我俩把婚房买了，完后写我俩名字，完他就觉得麻烦，我就觉得借钱这事儿还借的是我妈妈当时留给我弟弟的钱，就特麻烦，你这房子又不会跑，你等几年不行吗？我等哪几年呢？等啥时候去？你32，我等你42去啊？他就老让我等，完我这事儿跟他沟通好几次，沟通不了，我就给他妈打电话。我问问，你现在打算嫁给他了吗？没打算。还没打算，就是还没看好呢。对。如果你真看好一个人，觉得缘分到了，你在意有没有婚房吗？不在意。但是我在意呀。那你这人配他？不是，那人配不上那姑娘。那关键那不得买婚房跟人结婚吗？人家不要婚房，人家也没打算要嫁给你。你先把人搞定，再搞定你的婚房，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但是现在不就卡在婚房这个问题上了吗？他不是因为婚房。不是，小伙子，你女朋友压根儿也不是说因为你有没有婚房，是因为你想要婚房，并且要让他妈妈掏钱借给你们。你这人家姑娘说的特别好。啊，现在还没打算嫁你呢。如果真要打算嫁你的时候，有没有婚房都无所谓，对吧，姑娘？是的。你看你好好听，不认真听讲，这姑娘真的特别独立啊。行，还有什么问题吗？然后。就我有一个爱好，我其实挺喜欢极限运动的。认识他之前，我也去蹦过极、跳过伞。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打算跟我朋友去泰国，然后在泰国就做深潜，潜到海底下10米左右，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象。然后我当时很兴奋地跟他分享我的计划的时候，老大不乐意，不同意。我嫌他危险，就不让他去。完说了好几次，但是最后还是没听，还是去了。回来之后，完了人家告诉我晒伤了。我当时跟他说是。希望他能关心关心我，给我关怀，因为我那个脸当时晒的就没脸见人了，我自己调侃了一下，然后他跟我说什么，活该。我那不就是让你长个记性吗？我就说那句话，那我也不是说不关心你啊，后来不也给你道歉了吗？哎呀，所以今天来是评理，让他听一听吧，因为他觉得很多问题都在我身上。哎，咱分手得了吧，姑娘。就我觉得你们俩好像不是特别适配，你知道吗？其实我确实觉得我们两个性格不是很合。我觉得还行，看还能。你是不是也觉得不配啊？我觉得我觉得还挺好的。其实我觉得你要的就是那种，踏踏实实的要再跟你一起过日子，然后依靠你、依赖你的那种女生。这个女生不是哎，但是她就是生活当中对我还是挺用心的。我希望他能和平的去接受我们两个是真的性格不合这件事情，而不是他觉得我一定要改掉，他觉得我不够关心他，或者不能时时刻刻的跟他黏在一起的这种事情。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空间吧。我希望有点那种自由式恋爱、放养式的，但是他的情感需求就比较旺盛，确实不太合。我没什么要跟这姑娘说的，我觉得这姑娘在我听来都特别好。行了，这段关系怎么办？你们帮着调整一下，尤其他说那句话的时候特别好，就是我希望他可以平和地接受我。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就是老希望采取很激烈的态度，对错总是非此即彼的。这女生真的挺好的，坚持自己，挺好的。好的。独立、自信就是魅力。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和赵传老师非常有共鸣，非常有同感。你们两个人性格不合，对爱情的需求也不合，打开方式也不一样。男生他是给爱情打满了鸡血，他渴望着浪漫、激情，最好天天都是初恋。
你很显然，你现在已经把爱情当成了生活的全部，但是他并没有把爱情当做自己生活的全部，他是认为爱情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滋润生活的，是为生活服务的。他同样也在享受爱情啊。另外，我确实感受到他有非常清晰的爱情观，只要两个人有爱，有没有婚房无所谓。这在现代很多女生是不可能接受的。你们两个人真的，我只能用一个词，不合适。我并不是说男生错，他没有错。或许有些小女生就喜欢你这样的，热烈的燃烧着爱情，但你们两个人关键不是同路人呢。如果你们两个人非还要在一起，你会很累，他会更加的累，因为很多在我们眼里，他对爱情的打开方式非常好，在他眼里完全是错的，他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你们两个人真应了那句话，好合好散。谢谢。男生，你是因为你的身材而对爱情有那么多的担心，还是因为曾经前女友没有房子分开，而你对爱情会有那么多担心，才想这么抓他？我跟他在一块儿那阵儿，没现在那么胖，因为他不爱去极限运动嘛，完了出去他给我带的礼物都是吃的。你觉得你能减得下来吗？能，我正在减。我刚才其实问你的问题是，你是因为你的身材而导致你对爱情有这么多担忧，变得比较自卑，还是因为过去的恋人离开你而对爱情有这么多的担心？我可能会觉得两方面都会有原因。只有特别惧怕爱情失去的人才会牢牢的去抓住爱情，时时刻刻担心自己的爱情流失。只有害怕流失的人才会不停的去抓。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害怕爱情流失，所以干脆拒绝，不理了，不要了。但你是那种要牢牢去抓的人，可是爱情是越抓越跑的。所以我倒觉得，你如果想真的再去换回你的女朋友的爱情那颗心的话，你不妨先从自己开始。你只有变得自信起来，才能赢得你想要的爱。你减下来以后，你一定会更有你自己认为的男性魅力。当你能够执着的去做一个身材管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特别有毅力了。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在你的工作上能帮到你，因为你现在就是觉得为什么要他陪你去讨薪呢？你害怕你说服不了别人。当你不再害怕的时候，你才真正能够去赢得这个女生的心。其实对我来讲，我反而希望你们俩在一起，因为我相信即便你们两个有过很多的不满的时候，你们依然选择在一起长达1年的时间，一定他身上有吸引你的地方。也许他对于那种生活的热爱，因为预制菜其实并不好吃。是的。我以前很喜欢，觉得买预制菜很方便，但是现在我们家满冰箱的预制肉，我看着就很烦。所以我特别欣赏能够真心的去烹饪的人，我觉得那种人才是真正会生活的。生活不是说我去蹦了一个极，我就能看到大自然，也不是我潜到深海底下看到鱼从我身边游过，我就知道哇，原来这是深海。不是的，生活就是我能从一蔬一菜之间调剂出来另外的味道。所以我觉得他身上一定有那种你没有的东西，而这恰恰他是吸引你的。所以你跟他共同的去把你们两个真正的内心力量感找到，我觉得这才是对爱最好的诠释。小伙子，不是因为真的他喜欢你什么内容，而是因为你对他的那种渴望，让他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使命感。你要知道，你刚才说了一个背景，就是他是一个单亲家庭，他还有一个弟弟。虽然在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去浓墨重彩的去说，但是你要知道，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妈妈一个人带2个孩子，他一定有很多的艰难，所以他才练就了这样的一个看起来略带中性味道的。为什么？因为他要承担这个家庭缺失的那个成年男性的那个角色，来去安抚那个渴望他又无力的柔弱的那个妈妈。
所以你出现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个方式是让他非常熟悉的，并且让他觉得不忍心去割舍的，他就同意跟你在一起了。但如果照这个路数来看的话，小伙子不是因为他爱上了你，而是在你身上他再一次完成了对他妈妈的爱的一种实现。我也特别喜欢潜水，我有深海的潜水证，太美了。但是你知道你说的那个东西啊，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你的这种生活既浪漫又自由，很美好，但是不符合他对你的期待。你真的爱他，去呵护他身上的这样的一种自由奔放，你还是想让他变成面目全非的一个四不像？你到底是爱他，还是通过他来去实现你自己的爱的满足？所以对于这个女孩来说，我也特别想跟你说，如果你不能够成为她想要的那个带有女人味儿的、喜欢烟火气息的，那就也很果断。那我特别想跟这个男孩说最后一句话，就是你也没错，你想要一个有柴米油盐的，充满了饭香的，晚上点起一盏柔软黄色的一个灯光的一个家，挺好。而且你愿意为爱情去想办法，什么给她做饭呀，给她闺蜜找出路啊，其实你在经营你的情感上是非常用心的，特别好。用错地儿了。你要想吃到梨子，你至少先要找一片种着梨子的一个果园，而不是跑进种满了枣的那个果园。谢谢。我觉得小浩，你只是被他吸引了，你没有爱上他，你没爱上，你只是被这个酷酷的女孩给吸引到了。那你愿望当中呢，是希望这样一个人，她还能是一个淑女，满足你所有对于结婚对象的所有的条条框框，所以你要改造她嘛。你说一个人安衣柜，你得黏我呀，你得需要我啊，你得让我体现出男友的价值啊。就特别奇怪，你为什么需要让他去体现你男友的价值？你不是应该自己有所体现吗？而你的价值只能体现在组装衣柜上吗？所以我觉得你唯一要切记的一点是，我如果爱上了这个女生，我绝不会要改造她。你现在是要把她大改造，因为你口中口口声声说人家那些淑女，那你就去找个淑女。其实对小吴来说，他的人生太丰富多彩了，爱情这件事儿在他的人生当中可能排序排在很后面，就是他觉得我有太多的人生的梦想，或者说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这些事情我都可以一个人完成，或者跟和我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一同去完成。而谈恋爱这件事儿可有可无，这就是他给你的感觉。你为什么老要黏着他黏着他？因为你确实对他可有可无。他能专注在魔方上几个小时，专注你身上有几分钟啊？他能去潜水，说走就走了，他能跟你怎么着呢？就他的兴趣爱好太广泛了。我觉得也正是因为他这样，你才被他吸引嘛。但是你绝不能改造他，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谢谢张娜老师。来，帮帮团的老师。作为广电帮帮团，我又想到了一句歌词儿哈，就是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所以我想跟男孩说，希望你在这个舞台上就能真的懂得，其实你们不适合。你为什么一定要改造他呢？然后去磨平他的这些光芒。他是一个自由的灵魂，他在不断的拓展这个生命的长度跟深度。但是你想要的是柴米油盐，就是小鸟依人，需要你。你想要的是常规的一个恋爱的打开模式，但它本身它就不属于这个套路里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你们都没错，就是不适合你把它放生吧。女孩，你让我看到了女生不只有柔情，更有独特的酷。酷女孩，她的外表比冰还冷，但是她的内心藏着火焰一般的柔情，她的存在就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我觉得你向往的是诗和远方，而他更喜欢人间烟火。所以说，咱们将酷进行到底。我喜欢的那部分就是什么呢？
自己一个人装柜子，就特别棒，动手能力很强，不依赖不依附，掰苹果也没毛病，我觉得都没毛病。我们所有人喜欢你，我相信我们喜欢有一个共同点吧，就是在你的身上表现出了一个现代女性该有的我对爱情和生活的一种态度。这个态度叫做我为我自己的选择来做主，我不因为你的喜好而去修改自己，但是我愿意跟你共同探讨我们彼此能接受的一种中间方式。换而言之，就是说你能不能包容这种生活？这个我觉得对传统男性来说特别难。男生不去要求别人改变，好吗？让我们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其实我感觉咱俩在一块儿的1年时间里，你真的对我挺好的，在一些小事上，还是说生活上，你对我都特别用心。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多陪我一些。我不知道今天各位老师们说的话你听进去了多少，我不知道你之后想不想做改变，或者想做什么样的改变。我希望你能遇到跟你性格比较相合的那个灵魂。我真诚的祝福你吧，因为我们之前真的是你也帮助了我很多，我们也一起度过了一段愉快的岁月。如果之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都可以随时来找我。哎呀，你也没做错什么，这段爱情没有什么，只是我觉得，哎，你真是你孺子不可教，你知道吗？孺子可教，下一回您深潜的时候能不能带我去啊？哎呀，你这个笨蛋孩子，简直气死我了！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哎呀，我就挺希望这姑娘找一个那种男生的哈，但是他们2个确实不合适，很显然男出女不出。其实也挺遗憾，我是觉得这个男孩真捡了一个小宝。其实我特别能理解赵传老师，你说他捡了个宝，但是这男孩自己也是个宝，他也没错，他也是个宝藏男孩。对，我觉得他也不需要为了去迎合让他自己变得面目全非，那他也会很痛苦。就是他们俩其实都值得更适配他们的好人。哎，对，就是，所以别为难自己。是，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中国语，请开门。就是这个女生特别好的形象的诠释了一个概念，什么是独立的女性？不是说您跟老公吵架的时候自己宾馆里面开一间房，那就叫独立女性了，不是，这是精神上的独立。挺好，行了，他们有了这个选择，我觉得大家也不难受，因为是2个宝藏小孩，宝藏男孩过于传统，宝藏女孩又是一个现代新女性。所以他们走不到一起，大家没有遗憾，只有祝福，祝愿他们找到他们爱的、他们喜欢的那一个，并幸福的生活着。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季选中国广电。再一次的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